大家好，我是邵医生。我想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公司每年赚钱赚得多吗？你们公司每年赚这么多钱，你除了拿薪水，年底有分红吗？不是奖金，是分红啊。那你们有分红的，是不是凤毛麟角呢？如果你明天去找老板，你说老板，我看你们分红就觉得眼睛有点红，你们每年的这个利润能给我分点吗？你们老板会怎么说？你们老板直接告诉你说两条路，第一，直接一个字，滚。第二，明天不用上班了。你们老板肯定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当年几个股东在大街上摆地摊被赶的时候，你在吗？我们当年到处借钱，被别人看着跟狗一样，你参与过吗？我们当年辛辛苦苦的时候，这东跑西跑的，你参与过吗？我们当年所有的痛苦你都没有经历过，凭什么你今天跟我们分红？你是不是早死了？是不是这样的各位？什么意思呢？好的公司的一份，那是很难得的，不是你想有就有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股权。股权就是一个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，对吧？其实这机制大家都明白了，一个公司如果不上市，人家不可能分你红，对不对？你想分都分不到。我很喜欢去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家族餐厅吃饭，我每次去的时候，我那个眼馋啊，那个眼红啊，人山人海的，就是人太多了，大家都只能买外卖。然后我每次排队，我都要数1分钟，就那1分钟的现金流，我就眼红的不行了。哎呀，我说这餐厅怎么不上市呢？后来我就明白了，上个鬼市啊，所有人叫外卖都不要收据的，是真金白银的收入啊，我就非常的眼红了。那既然他们不上市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买他们的股权呢？不是的，我们可以私下结交那个老板，问他能不能让我们入股嘛。只是这种投资的做法，很少人会去做。因为首先你就面临一个问题，你不知道该拿多少钱去入股嘛。比如说我们在股票市场，那股价会升会跌，对吧？但至少我们对这个价格是有概念的。但如果说我们想入股，甚至去收购一家民间企业，我们要付出多少钱才不亏呢？或者说我们怎么能从买入的一开始就已经赚钱呢？其实投资民间企业，人家也不知道卖你多少钱的这个情况下，他们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开价的，那我们就有可能捞到一些卖得很便宜的小企业了。我相信看我频道的兄弟姐妹都希望尽早解决财务的问题。那今天这一期大家就应该会觉得很惊喜，为什么呢？富爸爸告诉我们，好的资产可以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躺着收钱，提早退休了。那今天我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找好的资产，好的资产的本质是什么，这样去理解吧。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要不要投资一件资产，怎么评估一件资产值多少钱啊，这些牵扯到本质的东西你很难在外面听到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嘛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也没有思考过。但相信我，今天的东西如果你听得懂，你甚至可以去判断要不要投资一个人，要不要去入股一些生意，就是那些价值投资者常说的估值，你就会知道这个估值的本质是什么。但在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首先，大家要知道，要找到一个好的资产，我们需要看哪一些指标呢？这资产不一定是一件物品啊，人也可以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 A 先生，他有一套价值150万的房产，贷款100万，他还有一辆车，价值20万，贷款10万。A 先生每年的年薪是10万块钱，大家回答我，他的总资产是多少？说的通俗一点啊，就是这 A 先生现在总共相当于管理多少钱？房子150万美金加车子20万美金，是不是170万？这是他所有管控的钱，懂了吗？所有管控的钱就是总资产。那么他的净资产是多少？净资产就是如果他想要变卖，最后能变成真金白银的有多少？房产150万美金，但他贷款100万美金，所以还剩50万美金，对不对？那他车子20万，还有10万的贷款，那是不是剩下10万？所以总共是多少？50万加10万等于60万，对吧？
很简单的数学，别说不懂啊，不懂也只是你没有听清楚。那大家告诉我，它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？那一下子这个概念就懂了。它的负债是100万加10万等于110万，对不对？那它的总资产是150万加20万等于170万，所以是拿110万除以170万，它的资产负债率就是64%。好，那我问你们，现在你家的资产负债率超过60%吗？你们等一下一定要去算一下，算完以后就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这资产负债率越高越好呢，还是越低越好呢？很多人认为越低越好，对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对于一个人啊，绝大部分的情况下越低越好，所以大多数的家庭也是非常低的。比如说我一个人吃饱了不饿，我就总共5万块美金的存款，净资产我就5万块钱，所以这个负债也是0，那这个资产负债率自然就是0。没车没房的人基本都这样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其实现在这个社会越有钱的人，他们的资产负债率是蛮高的。为什么？我大学的时候是学金融和经济的，然后当我还是新手的时候，我就按照老师说的去买那些资产负债率比较低的公司，然后就亏了我几个月兼职赚回来的钱。那我就只能自己去观察这市场啊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当时涨得很夸张的苹果公司，他们每一年的资产负债率都不断的增加，我就很生气。这教科书不是说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吗？我就觉得有点不合理。现在是什么世界？现在是金融的世界啊，是杠杆的世界啊。只有穷人才把钱放在银行，有钱人就算有很多的现金，很多的资产，但他们依然都拿这些资产去抵押，去负债，然后拿借回来的钱再去生更多的钱。所以高的资产负债率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判断出来大形势特别好，未来10年这房价都在涨，未来10年某某东西一定涨的时候，那时候适当的在一定范围内负债也是可以的，不是说完全不可以，但是整体上来说肯定是越低越好。证明你没有负债嘛，说明你的现金流非常好，所以我没有很大的压力什么的，说明你不用负债都会发展得很好，这是很牛的情况，懂了吗？如果你要资产负债率很高去赚钱的话，说明你是用杠杆的，这种就跟外部环境有关系了。就是我上部影片说的是行业的问题，比如说今年这个疫情，我自己也投了很多医药类的股票，这些股票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，就是这些公司都是没有盈利的，然后负债超高的，也就是说资产负债率非常的高。在传统的教科书告诉我们，这些亏钱而且加上负债的公司我们是不能投的，但结果怎么样呢？正股翻3-4倍的公司随便一桌都一大把，那我们这样去投资，风险是不是很高啊？趋势投资的话，其实风险是可以自己控制的，就设置止损点，设置好离场的机制嘛。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很多的影片。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，假设你预期未来10年的房价还要翻5倍，假设你很确认这时候你没有负债，那可不可以适当的负债呢？假设回到09年，你特别相信这房价肯定要翻很多倍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拉高负债，懂了吗？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胆小，如果我玩杠杆的话，我最高一般来说不超过50%。简单来说吧，就拿按揭为例，我一般不会做高成数的按揭的，因为我要留点操作空间给自己。就如果你预测未来5年房价有可能跌30%，假设你能预估出来这个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这时候要卖掉，减少负债啊，手里面要拿现金啊，不仅不买了，也要控制负债了，懂了吧？所以大家发现了吗？是否提高你的资产负债率是跟什么相关的？是跟你对未来预期相关的。那重点来了， A 先生教育背景是大专， A 先生所处的行业是汽车配件行业的工程，职业是工程师，年收入10万美金，目前年龄32岁。他这个收入就是每年随着行业的发展，公司每年能够给他增加10%的收入。现在我问大家，你认为 A 先生在未来20年总共能挣多
多少钱呢？不是数学题啊，我们不用算公式，我们忽略算就行了，就是1年多1万吧。今年10万美金的收入，明年的话就是11万，后年12万，后年13万，如此类推。20年以后总共多少钱？我帮大家算了，20年他大概赚了420万左右。假设你要买下 A 先生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值多少钱？他现在年薪10万，未来20年他累计收入是420万，现在他的净资产是60万，他的总资产是170万，他这个身体各个方面都挺好的，你打算花多少钱买它呢？如果这420万加上他的60万的净资产，是不是480万？如果420万加上他的总资产170万，是不是590万？480万是他能够拿到的净资产，他的资产加他未来赚的钱590万。那我们要买这个人，我们出价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比较合适？而我们想要买下他这个人，如果比480万低，我们是不是就赚了？就是我们可以以低价买入这个人，对吧？假设你把他看成一个你赚钱的奴隶，他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净资产了，他在未来20年还能赚这么多钱，我们认为在480万到590万这范围内，可能是他正常的估值。所以如果他低于480万，我觉得就有买的价值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其实不对。我们还忽略了一点，就是你会觉得20年太长了，能不能只算10年的？你为什么觉得贵呢？是因为你觉得20年不确定，万一这个 A 先生中途生病呢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算10年，按照每年多赚1万，他10年一共累积会赚165万，然后加上他60万的净资产，那他估值的低点就是225万，高点就是165万加170万，就是335万。因为你觉得20年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未来10年的收入我可以确信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汽车配件行业20年还在不在。那10年这个225万我认了，在这个阶段我就愿意买这个奴隶，如果不在这个阶段就不愿买这个奴隶。现在能理解了吧？这就是净资产，就是他已经有这么多现金流了。总资产就是他能管理所有的钱，那这个人大概值多少钱，你心里有数，对吧？你感觉还不划算，还不好，没问题。你为什么觉得不划算？各位啊，现在我先问一下，你们愿意花335万或者以上的价钱买他这个人吗？我猜没有。这就是相亲啊，你愿不愿意娶她回去啊？或者你愿不愿意嫁给他啊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估价范围是225万到335万之间，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一定要在225万以内才买，就是超过225万就坚决不买了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给他这么多钱？有人说啊，我相亲，我看不到他的学历，我一定要找个本科研究生，最好是博士。那这其实是前面的哪一条呢？是他的年薪低吗？是他的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率高吗？是他的教育背景吗？是他的行业职业吗？是他的年龄吗？是他的收入比吗？是什么？你觉得最核心的是什么？你们思考一下。就是我们评估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家公司最核心的指标是什么？比如你刚毕业，只有5万块美金的资产，然后你的女朋友在考虑要不要嫁给你，她就给你估价，那这个估价是与什么有关的？其实就是你赚钱的能力。如果你每年都只能赚5万块美金，这叫什么？没有前途啊！那该怎么提升赚钱的能力呢？这边我先宣布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啊，就是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，以前不是说1年的会籍吗？我想过了，我的初心也不是说每年赚大家一点小钱，所以我们直接把会籍改成是永久了。我们品书会将会不停的更新，大家加入以后就可以接收我们不敢对外公开的一些资讯。除了你可以听100本财经类的书籍以外，我本人还会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对大家提高收入有帮助的课程。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到外面上课或者是看书就能听到的，我讲的都是一些本质上还有实践过的东西，甚至会冲击很多人的价值观。但我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洗脑，为大家换去旧有穷人的血液，然后我还会带着大家创业，去干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。
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副业去做，甚至可以说我们有数据显示，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兄弟姐妹，他们一个月可以赚到比他们上班多几个月的收入了。那么不但私人会送赠一些丰厚的奖品作为鼓励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我之后有机会还会邀请他们加入到我本人的创业团队，甚至给予他们股份。人才嘛，绝不能流逝。而最近我们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里面举办了一个活动，我们在选拔一些想要成为网红兄弟姐妹们，成为我们的代言人，他们将有机会迅速的吸收到我们的流量，我们还会花资源为他们打广告。我们群里就是这样有趣，不但会举办一些交流的活动，我们兄弟姐妹还会真心的分享自己的资源，金钱上的、技能上的、人脉上的、智慧上的。这商圈的目的就是我自己的理想吧，我希望在里面培养很多的千万富翁，甚至亿万富翁出来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在我们不久涨价之前，在这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加入吧。关于赚钱能力的威力，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觉得很抽象，赚钱能力怎么影响我们的估价呢？我们同样的例子改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现在有一个 B 先生，也是一模一样，有房产一套，价值150万美金，贷款100万美金，汽车一辆，价值20万美金，贷款10万美金，没有存款，年薪是20万美金。大家告诉我，他的总资产是多少？是不是也是170万？净资产是多少？是不是也是60万？资产负债率是不是也一样的，也是64%，对不对？不同的是 B 先生的教育背景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毕业，行业是人工智能，职业是开发设计工程师，目前的年龄也是32岁，跟 A 先生没有差别吧。但他们每年的收入增长率是30%，我们就简单点吧，3年翻1倍好不好？那算10年翻3倍，年薪是20万，10年后他变成了60万年薪了。20年后就可以达到180万的年薪了。这数学公式不重要，我帮大家算完了，收入大概是2000万左右。20年的贴现是不是2000万？相当于是未来20年这个人的收入将会达到2000万。好，那我问大家，你认为 B 先生值多少钱？假设你要买 B 先生，你愿意付多少钱？他现在的净资产是不是60万？总资产是不是170万？20年的时间，把薪水加起来的这2000万，加上他本来这个60万的净资产，他的低点就是2060万，然后2000万加上他的170万资产，那高点就是2170万。我问大家，他原来这点资产，在他这个收入上，是不是已经不算什么了？那如果按10年算，他薪水大概赚了500万左右，500万加上60万的净资产，那他这个人的低点是560万，然后500万加上170万的资产，那他这个人的高点是670万。这2个阶段，你觉得花多少钱买 B 先生你是划算的？10年后的最低价是560万，20年后最低价是2000万。那这个时候我想问，你现在去花1000万买下 B 先生这个人，你觉得值不值？这就要看你要持有这个人多久了。20年后你起码赚1000万，就是这道理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、一家公司值不值得你去嫁给他，值不值得你去投资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关键不是看他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负债，而是说他的赚钱能力强不强。我们去看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和价值，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现金流的贴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怎么给公司估值，和你帮一个人去估值是一模一样的，讲人更好理解。未来20万现金流的贴现，还是未来10年现金流的贴现，是这个公司到底能值多少钱的关键。大家为什么看 A 先生和 B 先生，他们的总资产、净资产基本情况都一样，但是你却不愿意出高价去买 A 先生呢？因为各位看到了，他的赚钱能力比较弱，对不对？他20年下来的现金流最多也就480万了。什么受限制了？不是他的教育背景，是他所从事的行业受限制了。他所从事的行业在未来没有高的成长性，所以他的现金流和他的这个收益就不高。你看他的增长率就很低，只有10%，所以你就不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它。那 B 先生呢？你为什么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它呢？
因为 B 先生所从事的行业更有前景，就带来了他的收益高速的成长，这叫收入同比。他的收入在不断上升，每年30%，算下来就是2000万，差别就是这么大了，而且也会越来越大。所以所有的投资其实就看2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是行业，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同比。这2个因素造成了 A 和 B 的不同，这大家清楚了吗？那现在的趋势行业，收入比较高的行业是什么？肯定是互联网啊！你看股票市场里面市值最高的那几家公司都是干什么的？都是搞科技的，搞互联网的。那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股票是可以买这些公司，那如果说自己入股一些民间互联网公司，那启动资金不就需要很多吗？其实不然。现在很多的自媒体公司，他们一开始的启动资金并不需要很多，因为很多时候都只需要一个概念，公司就可以运作起来了。拿 YouTube 创业为例，大家也只需要为自己的频道找到一个话题，找到一个方向。那么在这19亿用户的平台，你肯定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事业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就我自己1年左右的时间，做到了超过22万的订阅，这是有什么秘诀吗？这些商业机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课程，连接我就放在影片描述栏上。网络创业的概念啊，怎么操作等等的这些，里面都有详细的讲解了。现在加入还可以用到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呢。这个市场里面有那么多的公司指标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些重要的指标按照我刚才说的挑出来，什么指标是最重要的，你就想这个人总资产、净资产属于什么行业，收入、净利润同比、收入同比，他们分别是多少？它的估值为什么估这么高？为什么估这么低？这跟对人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。比如说你相亲，你遇到一个重点大学的研究生，长得你也挺满意的，然后行业是人工智能等等，年龄各方面都挺好的，收入很高，结果他晕了头，他100万就卖，那我问你买不买？因为经过你的判断，他值1000万，但他只用100万就卖，你不买吗？这不就占便宜了吗？这就是公司的估值。如果你能预估出来一个公司的现金流，当你有办法能算出这些公司的估值的时候，你就找到了好的对象，或者说就是好的目标。这真不是他的总资产、净资产有多少钱，是他未来能赚多少钱，这就反映着他的估值能值多少钱，明白了吧？今天我所说的这些，如果要应用在股票市场上的话，大家首先就是要去研究哪些公司是好的公司，然后配合我其他影片的趋势投资法来判断买入的时机，这样大家肯定能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大钱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